每当我发一个比较精彩的视频，在我的评论区总有人会发一句“左公千古”，你知道这说的是谁吗？1875年，当新疆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时，64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壮举，向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寸土不让的决心。面对李鸿章放弃塞防的争议，他力排众议，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，强调新疆是聚宝之盆，绝不可失。他率领6万湘军西征，以先北后南环境急战的战略，仅用2年便收复了除1里外的疆土。行军途中，他命将士沿途种植左公柳，3000里绿荫，至今仍见证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1881年，他更以强硬的外交迫使沙俄归还伊犁，为中国保住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壮丽山河。身无半文，心有天下，是左宗棠一生的写真。他晚年仍以老骥伏枥之志，将生命最后一程献给了边疆。如今的新疆，雪山、硬壁湖、棉田皆天际，每一寸土地专刻着他的热血与忠诚。站在天山脚下，仰望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家园，我们铭记，没有左宗棠的决绝与远见，便没有今日新疆的繁荣与壮美。愿他的精神如胡杨般不朽，永远扎根于这片热土，左公千古。都说咱们新疆的朋友花100万买房，敢花200万装修，这事儿是真是假？今天咱们去一探究竟。晚上快10点，天还大亮着，这吃的是晚餐还是宵夜？哎呦，小果果，哎呀，这美女之间呀。王总好，你好，茶都已经都准备好了，我带你去我姐家。走，出发。姐，我们来了。哎呀，哇，太隆重了吧，这也是吧，妈妈？哎呀，妈妈太富贵太漂亮了，谢谢。看妈妈这条链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天足金的吧？今天有点形象尽毁呀，格格不入了，朋友们。看着一桌子丰富的下午茶点，哎呀，维吾尔族家庭做客先要洗洗手哈，我先来。这叫笋子，草莓，都装的这么有仪式感，正宗的维吾尔族的甜食。新疆的，对，这是巴达木。巴达木，妈妈给大家亲手切蛋糕，我们去旁边参观一下，走起。大家看这房屋到处都是鲜花、插花，花艺啊。我们少数民族家里基本上都会有。那边呢，还有一个是我妈妈自己手工做的一个画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走，看看，大家看，这也是花，这边也是花，墙上的壁画也是花，这边又是花。哇，看这边，这是妈妈就是一个一个的插上去的手大家工做。看看，手工做，这都是鲜花，现在只不过是干了而已啊，擦着金粉。好像每一户维吾尔族家庭就有一个留声机。哎，小虎，这能播吗？这个？王总，你想多了。看，蓝牙的。是，来。王总，这就是主人房。大家看这卧室，大不说，关键地上多少地毯，大家数数。我看这边来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这阿布干的就是那个手工地毯啊，价值就是3万多一个地毯。3万多。哎呀，晚餐开始啦！欢迎来新疆做客。咱在新疆不吃胖3年，都对不起这方热情的水土啊！哎呀，面肺子、羊肠，包彪子来一口。看看这肉，自家做的羊肉抓饭，这是肉多还是饭多？大家自己瞅瞅。清水羊头，姐怎么样？比你的脸都大。吃的是肉囊。I love you 动起来。王总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洗洗服。哦，上楼我们散散步。上楼散散步。天，睡觉？别。No 哇，上面还有这么大一个天台，新疆真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啊！让我们起飞吧！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，这也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。它位于死亡之海窝波坡，那就是哈密大海盗。
你是不是也好奇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为什么会被称为大海盗呢？其实罗布泊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，在公元4世纪前拥有丰富的水源，是一座沙漠绿洲。楼兰古国就位于这里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之地，因此被称为大海盗。后气候变迁，罗布泊湖水干涸，与沙漠融为一体，形成了生命禁地，无数的科学家、探险家在这里丧失了生命。不过现在的大海盗无人区得以开放，有很多自驾和穿越的路线，难度不同，有些路线开着普通的轿车、方车也能游玩。这里的魅力不光是它的原始和神秘，在这里你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，探寻长城秘境，风光绝美，穿越这片土地，沙漠、戈壁、雅丹、野生胡杨林尽收眼底。这里还有风势冲动、万里荒漠，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。你可以住在这里的火星基地，晚上你没有心思睡觉的，因为这里的星辰大海一定是你一生中见过最美的星空。快开着你的小轿车来这里挑战吧！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评论里总有人说，当年汉武帝西征不是为了葡萄干，当然不是为了葡萄干，而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得到天马。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出使西域的早空之旅，将葡萄、苜蓿、石榴、胡马带回了中原，是大汉第一次见识到新奇的西方物种。而几年后，汗血宝马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汉武帝相信遥望的决心。公元前113年秋天，一位名叫鲍里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获了一匹汗血马，献给汉武帝。得到宝马的武帝心气若狂，因为他2年前就听张骞说过西域多善马，马汗血。没想到今天目睹了这样的神物，一下子武帝积压已久的情绪倾泻而出，他兴起地称眼前这匹宝马为天马。为了得到更多的天马，武帝不久便派出了100人10团，带了大量的礼物以及一具用黄金打造的马模，远赴大渊国，希望能换来汗血马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的国王回绝了汉室要求。更加不幸的是，10团还没走出大渊，就遭受了劫掠，不仅使者被杀，金马也被掠走。闻知此事的汉武帝勃然大怒，他立誓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公元前104年秋，武帝命李广利将军率领骑兵6000，外加部族2万，从敦煌出发远征大渊。由于出兵过于仓促，军队补给未能跟上，汉军大败，逃回仅剩数百人。3年之后，他再次命李广利率军出征。这次他汲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做了充足的准备，不仅派给李广利整整6万名士卒，还有战马3万匹、牛10万头，以及大量羊、驴和骆驼，还特意派了2名相马专家一同前往。没多久，大原发生政变，叛变的贵族杀死国王，并向汉军议和。最终，汉武帝得到梦寐以求的天马1000余匹。现在中国最大的汗血宝马集中地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，有机会来看看吧。除了新疆，还有哪里的城市能告诉你马路为什么叫马路？看，大马走上大马路，多么的合理！其他城市的土豪开个200多万的大 G 就可以炸街了，在新疆不骑个几百万的汗血宝马，你也没有牌面啊！这美女配骏马，帅不帅？我想说，就是我最近档期也挺富裕的，也没什么事儿，骑个马啥的我也会。这汗血马可不一定比悍马便宜，一匹好的汗血马上千万也是很正常的。汗血马为什么那么贵？主要因为汗血马品种优质，长得高大帅气，脸小上镜，还肌肉发达，而且爆发力强，耐力也强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自古以来都是备受帝王将相的宠爱。汉武帝为了他发动了2次战争，在古代这是妥妥的高境界利器。现在纯种的汗血马太稀少了，全球也就3000多匹，养一匹汗血马需要精心的照顾，优质的草料，独立的司马空间，还有专人洗澡、护理、修蹄子，全年下来费用也需要几10万。所以这汗血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了的。但是养不了，咱们还不能骑着玩一玩吗？来新疆的朋友找我，我带您去看看全球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，里面有700多匹汗血马，还有最高最重的马，最小最可爱的马。
小朋友也可以骑哦。如果给你1万块钱，您是买和田玉还是翡翠呢？可不能什么都不买哟。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和田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世界上所有的石头只分为3大类：岩浆岩、沉积岩和变质岩。早在46亿年前，地球就是一个滚滚岩浆覆盖的球体。随着数亿年的演变，岩浆逐步冷却成地壳，岩浆变为岩石，这就是岩浆岩。岩浆岩碎而成沙成土，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分化，逐步形成了沉积岩，就像这样一层一层的。而和田玉是第3种变质岩。变质岩是由岩浆岩或沉积岩在火山喷发等高压高温的环境下，化学成分以及结构发生变化而形成的。早在7至8亿年前，新疆南部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在海底存在一种沉积岩层，叫白云石大理岩，这就是和田玉最初的原型。在数亿年前，这片大海的下面涌现出了大量岩浆，这些岩浆悄然地渗透到了白岩石大理岩中，温度到达了一定条件下，岩石的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和田玉就此诞生。但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此时的和田玉还深埋地下，人们是无法发现的。距今约1000万年前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爆发，随着地壳的不断抬升，和田玉终于有了和人类相遇的机会。这个形成的过程条件是非常苛刻的，而且也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。在数十亿年的变化中，地球上形成了多种变质岩，但是这么多种类的变质岩，其成分、结构、硬度、样貌都是不同的。玉石是自古以来都备受人们青睐的，在全国有20几个产玉地，昆仑山所产的和田玉，无论是从玉质硬度、洁白度、细腻性、油脂光泽度，都是最优秀的。您喜欢和田玉吗？河南人到底在新疆做了些什么？很多人来了新疆，发现在新疆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得见河南老板开的店，还到处能听到河南话，甚至有些新疆人也说双向奔赴。应该大多数人吃核桃都把这个东西给扔了，但其实这可是一个宝贝，这叫分心木，可以用来泡茶喝。这个分心木市面上还有专门卖的。现在新疆阿苏的185纸皮核桃上市了，这185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纸皮核桃又是怎么定义的呢？关注我，我给你讲一讲。所谓的纸皮核桃，就是形容核桃皮像纸一样薄。其实真正的辨别标准就是不使用工具，徒手能不能捏开。哎，这是谁的狮子头？这个才对。
大部分呢徒手捏开的就是纸皮核桃。如果都需要工具才能打开，那就不算纸皮了。这185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它就是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，个大壳薄、含有量高的纸皮核桃，在当初育种时候的标号是185，因此被称为185纸皮核桃。很多农作物的种子都是类似这样命名的，您都知道哪些呢？看，这个就是核桃成熟的样子了。新疆的纸皮核桃是核桃中的天花板，主要是因为新疆独特的自然条件，其他地方是没办法媲美的。核桃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大家快来吃吧！胡姬，舞得再快一些！胡姬，舞得再快一些！这李白口中的胡姬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是指胡人酒店中的卖酒女孩，就是餐厅销售代表。这李白口中的舞便是胡旋舞，有节目表演，酒的销量自然就上来了。李白的意思便是让会才艺表演的销售代表再来一段。放心，电影能演出来就肯定不是什么贬义词。这胡人在唐朝泛指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群体，是一个统称。胡旋舞在唐代可谓是非常风靡，当年的春晚那必定是胡旋舞开场，胡旋舞压轴。咱这个视频点赞过10万，胡旋舞我给大家来一段。胡旋舞源于西域，节拍鲜明，奔腾欢快，多旋转蹬踏，故名胡旋舞。唐开元年间，西域胡旋舞流入大唐，瞬间在唐朝宫廷流行开来，并呈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。之后，胡旋舞在唐朝50余年盛行不衰。白居易在《新乐府胡旋女》中写道：“胡旋女，胡旋女，心应弦，手应鼓，旋舞一生双袖举，回旋飘摇转蓬舞。”谁要再说这是刀削面舞，我跟谁急？晕车的人早就吐了。世界最险的沙漠到底有多险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大哥好，走，小伙，这次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专程来体验沙漠的。哦，那可以啊。胖哥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找你学车呀？沙漠那么大，又没有障碍物，踩油门就冲呗。你跟我进去一趟，你就会自然找到答案。走，走吧。走。妈妈，这车有的很有问题吗？哇！灵魂出来没有？灵魂还在呢，就是再刺激一点。再刺激一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那不下来吗？慢一点，没线掉。你把东西跑掉了。要回家。塔格里面有个潘家峰，真的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吗？哎呀，这个就相当对了。这是库木塔沙漠里面最难的峰，也叫金字塔，也叫三角峰。之前这个潘家峰不是潘家峰，千百年来没有人登顶，我就开着咱们的坦克300，直接登顶，一次登顶，最后大家给我取名为潘家峰，我是打破了这个历史。知道了吧？第一个登上的人，厉害厉害！潘哥，我刚刚走过来，很多车上都印着你的名字，你到底有多少辆车呀？我总共有26辆越野车，咱们有12个领队，你带多少人来，小郭，我都可以给你安排个头条。秋天若有10分美，定有9分在新疆。这里是世界胡杨公园，千年秘境沙哑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原生态胡杨林，足足470万亩。古人云：听歌就听刀郎，看景就看胡杨。10月下旬是欣赏胡杨的最佳季节。我现在就在阿克苏的沙哑，10月的胡杨到底有多美？来，跟我一起看看吧。
行走在胡杨林中，仿佛在欣赏一部穿越千年的史诗。苍枯的皮肤之下是源源不断的生机，水胡杨也是同样的震撼。胡杨的生命力极强，它可以让茫茫大漠充满生机，这就是它最大的特性。耐盐碱，顶风沙，无惧酷暑，不怕严寒，在这广阔的天地间顶天立地，自由生长。你猜猜这个胡杨多少岁了？2个我都抱不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这里是死猴的胡杨，千年不倒，倒后千年不朽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。这就是喝着塔里木河水长大的洋娃子烤的羊肉串，这是中国最好吃的羊肉之一，胡杨木炭火烤制。到新疆，大家听到的这个洋娃子就是小羊羔的意思。每年10月，沙窑会举行规模浩大的胡杨节，同时在这里还会开展汽车拉力越野、户外露营、风情歌舞、篝火晚会等活动。这里不光风景优美，善良淳朴的人民也特别热情。快做好计划出发吧！湖南人到底在新大美新疆了？请开始你们的选择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一上来甭管多好，我先选一个中间位置。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自信的。小谷是径直走向了1号啊。毕竟我是飞了3000多公里，然后来到这边，能有一个直接能选1号的机会，那我必须要把握。我认为1号被批的老惨了得。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强项，那我也有我的强项。我要挑战1号。我就是来拿冠军的，我挑战1号。等于现在2个挑战1号位的。有压力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哇！多难选呢！这个太难了吧！那么接下来喜欢谁就为谁举手。恭喜小谷手累成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请开始你们的座位选择。1号。好的。夏季重重卡波，胸襟那丫头，他日就满若
加进去。因为湖南乡亲们的热烈呼唤下，我又一次上台了。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乡亲们说，因为湖南是援疆吐鲁番的。援疆是支援，对，支援新疆，是吗？你有好多都没听说过，你连援疆都不知道，你以为是啤酒呢？我给你们教一个简单的新疆舞，怎么样？架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我的手鼓动情唱，欢乐的歌声震山坡。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个新疆小鼓，他穿着他的民族服装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已经赏心悦目了。小鼓在这一轮特别出圈，他就是实实在在有干货。开朗，善于互动。恭喜小鼓手擂成功，谢谢大家。最耀眼的36朵花儿已经集结完毕。做个选择题，如果让你在沙漠里面跑4600公里，越野车、摩托车、卡车，你会选哪个呢？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中国环塔拉力赛开始了。这是中国唯一的全国级汽车、摩托车同场竞技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。先看看往年的赛道多么有挑战性，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。现在是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，看这些车帅不帅？这八方车队可是我家的车队。这个人你们熟不熟？这是来自北京的陈震。陈震，你的成绩体验还好吗？比赛的时候别忘了加油！这比赛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这里还有很多女车手，让我们为她们点赞。这是热爱与勇气的结合。我觉得每位赛场上的车手都是成功者。环塔今年的起点是在喀什，终点在阿克苏，全长4600公里，分为10个赛段，每个赛段里程和地形环境都不一样，每个赛段单独记成绩排名，最终相加汇总成总成绩。懂的朋友，你们猜猜今年谁会是冠军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恬静的小村庄，盖个院子，种点花，种点菜，养几只羊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？新疆有一个世外桃源，这里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些城市里的人来到了这里，发现了这里的宁静与美丽，然后他们包下院子，改造成了一座座漂亮的民宿。随着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更多人的桃源世界。大家给这个村子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叫荒荒村，荒荒悠悠生活的村，听着就安逸。这里位于霍城县，每年6月下旬到7、8月份，这里是最美的时间段，薰衣草会开遍每个角落，整个荒荒村沉浸在一片紫色的海洋中，非常浪漫。而且这个时间段，这里还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音乐节，今年是定在6月18日到7月18日。不光有音乐节，这里还有星空电影、篝火晚会。一场星空电影定格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一场篝火狂欢在夏日的晚风里展开。如果有一天你累了，就来荒荒村吧，平淡、宁静且治愈。抛开城市纷扰，远离都市喧嚣，闻闻清晨的花香，听听鸟叫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简单又美好。20年以来最强的极光降临地球。什么是极光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看新疆地区的极光现场，漂亮吧？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其实是经常能看见极光的，但此次极光的强度，据说北京地区的朋友也能看得到。请北京的朋友出来证实一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极光是围绕着地球磁体出现的，在南北极会比较常见，我国很少能见到。但是5月这一波太阳风暴太强烈了，我们正在经历20多年以来最强的地磁暴。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地磁暴红色预警，地磁暴越强，极光越强，越绚丽，范围越大。如果太阳风暴持续增强，上海也是有可能看到的。
但广东地区的朋友在家时看不到了，只能选择关注我啦。话说回来，这地磁暴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卫星会受损，可能导致通讯会受到影响。另外，鸽子也会迷路，鸽子就是通过地磁场进行导航的。最近给我飞鸽传书的朋友就先停一停吧。还有一些人说，每次地磁暴一来就总睡不着，喜欢熬夜。大家说这有没有什么依据啊？和田玉到底怎么造假？今天我给你讲讲。首先，和田玉这个定义其实就容易让人混淆。和田原本是新疆的地名，我前几天拍的鱼龙喀什河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方，因为这里产的白玉从硬度、油性、润度都是相对最好的，因此闻名于世。但现在鉴定证书上写的和田玉是根据成分来确定的，只要透闪石和阳期石成分达到标准，就可以叫和田玉，和产区没有关系了。所以不是新疆产的玉，甚至国外产的都可以叫和田玉。不同的产区品质自然也参差不齐了，但最好的还是新疆和田的。和田玉主要分为山料、山流水、籽料、隔壁料4类。山料顾名思义就是山上的料子，表面比较粗糙，棱角分明，比较原始。籽料是山料随着山洪滚落到河流之中，经过亿万年的冲刷，杂质剥落，保留最精华的部分，形成圆润的玉石，而且由于矿物质的累积，形成各式各样的皮壳。山流水是指接遇山料和籽料之间的玉石滚落下来的时间还不够，没有完全形成籽料的玉石。隔壁料是在隔壁滩发现的玉石，表面一般会分化，这里面籽料最为难得，也是最贵的，因此和田玉最常见的造假之一就是做假籽料，用一些其他区域的料子，通过搅拌机人工模仿大自然河水冲刷，模仿籽料的形状，再人工上色，模仿籽料皮色，高价销售。第二种作假就是产区的混淆，就是俄罗斯、韩国或者其他区域的料子假冒是新疆产的，高价销售。这种很常见，因为消费者一般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来，这种都算是有一点良心的骗子。第三种是成分造假，拿非和田玉冒充和田玉，成分都不对，这种玉一般成本极低，但是卖几百上千，如果不专业的鉴定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，这是最恶劣的。你还知道其他的造假方式吗？可以分享到评论区里面。江苏人在新疆都在新疆这个拥有广阔草原、高山峡谷、美丽富饶的地方，怎么能少得了舞蹈呢？那今天就教大家跳新疆舞。大家都知道新疆人是能歌善舞的，我们吃饭聚会的时候不吹牛不喝酒就跳舞。其实新疆舞是特别简单的，有几个核心动作，只要你掌握了，一学就会。女生的几个核心动作，第一个翻手腕，1、2、3、4，注意手心是往外翻的。第二个动作是摆手臂，1、2、3、4，注意一直看着手。第三个动作是扭脖子，1、2、3、4，注意身体不动，脖子动就行。男生的第一个动作是敬礼，1、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二个动作是摸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学会了吗？特别简单是吧？如果你还没学会，我有一个大哥，他教的特别好。男人有的是你以前讲过没有？这素质在线，别什么意思懂不懂？出去，我有钱，我有房子，我还有葡萄园，还有拖拉机，然后看见女人这个眉毛动一动，嫁给我吧。女孩子要怎么办？我爸爸不同意，我妈妈也不同意，那我也不同意。这个动作讲懂没有？什么意思？考虑。大汉为了联合西域的乌孙攻打匈奴，派出解忧公主前去和亲。可乌孙和匈奴开战了，大汉却按兵不动，袖手旁观。刘解忧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凝结乌孙，拼死抵抗。原来此时正值汉昭帝驾崩，汉朝内部极其不稳，实在没办法出兵。继位的汉宣帝处事沉着冷静，先派出使者前去商议。公元前71年，大汉决定出兵，派出15万骑兵攻击匈奴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动手，乌孙这边却意外的大获全胜。这一战后，匈奴从此一蹶不振，这标志着汉帝国自汉武帝以来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夙愿实现了，也标志着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了。解忧公主20几年的奉献和坚持，最终没有白费。汪归米晚年，其侄子尼米夺回政权，继位乌孙王。尼米是当年军须米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孩子。解忧公主刚来乌孙，就是嫁给了军须米。可现在根据习俗，解忧公主也不得不嫁给尼米。尼米很敌视汉朝，也非常残暴，倒行逆施，国人共愤。解忧公主决定背水一战，解决了尼米，可最终以失败告终。解忧公主求助西域都护府郑吉救援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公元前53年，乌孙内乱，尼米被杀，乌鸠图成为新乌孙王。汉宣帝决定讨伐乌孙，西域都护派解忧公主带来了冯瑶前去劝降，最终乌鸠图同意和解，让位给解忧公主的儿子。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下，乌孙成为西汉的属国，冯瑶因此立功，被封为大汉的正式使节，成了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外交家。公元前51年，解忧公主已年过古稀，带着孙子孙女回到长安。2年后，解忧公主与时长死。解忧公主终其一生，稳固了大汉边界的安全，促进大汉统一西域，为大汉和西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她的付出和功绩不亚于任何一位和亲公主。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？前段时间，新疆伊犁2男子策马奔腾，在一个路口直接撞到车上，人仰马翻，非常危险。有没有懂的人说一下，这事故该如何判责？有人就问了，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呢？按照我国法律规定，喝酒骑马不属于酒驾，酒驾是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。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，如果骑马引起了围观或造成交通混乱、扰乱秩序，也会受到警告或者是处罚。如果马受到惊吓，因此产生了人身财产损失，骑马人也需要承担责任。马上新年要来了，应酬难免增多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饮酒不要开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酒后可以骑自行车吗？喀什会成为第2个深圳吗？目前全国最具有潜力的城市是哪里？喀什肯定是名列前茅。在大家的概念里，提到有发展的城市，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北上广深；有潜力的城市，大家会想到杭州、成都、武汉、西安等等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沿海城市的港口对外贸易频繁，城市发展也会更快。特别是深圳作为特区中的特区，更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为国家的发展进行试错、试验、示范。现在全球贸易的80%到90%是通过海运完成的，通过沿海城市走太平洋通向美洲，或者走南海向西通往中东、欧洲、非洲。
可纵观几千年的历史，世界上最繁华的贸易通道当属丝绸之路。现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是重新打通了这条陆路的交通要道，从理念到行动，从愿景到现实，这条丝绸之路都不断的在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。而喀什正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，自古以来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，我们盘点几组数据。第一，喀什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1年的37亿增长到了23年的496亿。全国综合保税区排名，喀什从21年的110名晋升到23年的30名。喀什正以飞一样的速度向前奔跑。您说喀什会超过深圳吗？刀郎有一首歌叫《喀什噶尔的胡杨》，发布在2004年的同名专辑中。这是刀郎的第2个正式专辑，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。刀郎凭借该专辑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点个赞，关注我，给你详细讲讲喀什噶尔的胡杨。喀什噶尔就是新疆的喀什。刀郎老师借胡杨描写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。胡杨的人也许对这首歌有更深的理解。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之中，其生而1000年不死，死而1000年不倒，倒而1000年不朽。从生之朽能经历3000年，3000年岁月早已是沧海桑田的巨变。这世间还有什么能胜过胡杨般的爱情吗？我国90%的胡杨林在新疆，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就是新疆塔里木胡杨林。除此外，新疆还有木雷胡杨林、115胡杨林等等。马上就要到观赏胡杨的最佳季节了，10月胡杨陆续开始变黄，10月中下旬便是胡杨最美的时间。刀郎老师的演唱会，台上唱哭了自己，却感动了所有人的一首歌，是喀什噶尔的胡杨。这首歌是万人在合唱，也有万人在合哭。为什么这首歌有这么大的威力？喀什噶尔的胡杨是刀郎先生发行的第2张同名专辑里的主题曲，发行于2004年12月。这首歌刀郎写了3年。有一次他去南疆采风，走到沙漠深处，那种空旷和安静给刀郎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再往前走，一片沙漠胡杨出现在他的眼前。胡杨生千年不死，死千年不倒，倒千年不朽。巨大的胡杨树矗立在刀郎面前，这情景是无比震撼的。他觉得胡杨像男人一样，在那艰苦的环境下，即使让身体扭曲到那样程度，也要不断的成长，这是令人敬仰的。另外，用胡杨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在新疆，关于胡杨的爱情故事有很多，其中有一个讲述了男孩女孩青梅竹马，可最终在家人的安排下，女孩要嫁给有钱人。这个消息对2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，他们相拥而泣，最后一起毅然决然地向沙漠深处走去。若干年后，在沙漠中出现了2棵胡杨，它们相依而生，树冠连在一起，永远不用分离了。喀什噶尔的胡杨这首歌显然还有更深的含义。这首歌的前半段描述了一厢情愿的感情是多么的痛苦，我在记忆里苦苦搜寻一点一滴感情希望，可你却告诉我，人一生一世就这一辈子，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。因此我愿化身喀什噶尔的胡杨，在几世的轮回中苦苦等待，将你找寻。即使历经风吹雨打，身躯被点点风化，我也无怨无悔，只求苍天不要改变你的样子，这样我就能一眼认出是你。如果只有3到4天的时间旅行，来新疆应该去哪里？首先推荐的就是喀什，关注我，这个视频早晚用得上。那为什么选择喀什？喀什充满了异域风情，能让您看得到1000年前西域的样子。喀什古城到底怎么玩呢？喀什古城被一条路分为东西城2部分，东城有古城城门开城仪式、春晚烽火场、铁匠巴扎、木器巴扎、花帽巴扎、八一老爷的家、吃美食的汉巴扎等等，适合一早来到东城看开门仪式，然后沿着主路开始逛。这里有很多拍照打卡地。西城里面有西域公主雪狼演出，每天下午7点
彩虹巷、布袋巷、百年老茶馆、埃迪嘎尔清真寺等等，也是到处拍照都很出片。古城玩2天后，可以去喀什的香妃园，这建筑是香妃墓，是新疆最大的穹顶式建筑，维吾尔族建筑风格。香妃园里面有6场表演，从入园开始就有欢迎演出，还有沉浸式维吾尔族婚礼演出、容妃册封礼演出等等，都非常有特色。快准备一下来新疆的计划吧！嗨呀，西马达西。喀什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吗？从1979年开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，到现在，中国目前有7个经济特区，分别是深圳、珠海、厦门、海南、喀什、霍尔果斯经济特区。这7个经济特区当中，广东占了3个，厦门1个，海南1个。这5个经济特区都是沿海地区，目前的发展我们都能看得到。而最近成立的2个经济特区，居然在离海最远的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和霍尔果斯经济特区。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，为什么喀什会成为经济特区。从5口通8国，一路连欧亚，就可以了解到喀什拥有5个口岸，毗邻8个国家。一路呢，指的是丝绸之路连接欧亚。喀什境内有红旗拉普、库尔格特、伊尔克斯坦、喀拉苏、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1类口岸。这5个口岸把中国与中亚、南亚10几亿人口连接在一起，可达中亚、南亚、东欧与第3国家通商。8个国呢，指的是喀什接壤和毗邻的8个国家。喀什有888公里长的陆地边界，与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5个国家接壤，与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尔库曼斯坦、哈萨克斯坦也非常接近。这8个国家形成了弧形的经济圈，而喀什正处于这个圆弧的正中心。东游深圳，西游喀什，就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出来的。自从广东、深圳、上海、山东等4个省份援建以来，喀什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。但这里相比深圳、珠海等经济特区晚了30年，因此喀什经济特区现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。但再过30年，喀什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这是我教新疆舞的学员里最有天赋的、最帅的，也是学得最好的2位。快看他们是谁！欢迎维维哥跟杨鑫哥来到我们美丽的喀什。既然你们来了我们的美丽的喀什，就得学一学我们的技能。好，技能什么技能？是我们的民族舞蹈。好的。easy 没问题是吧？来，看我的动作。看你的动作，来，看我的动作啊！这是有一个口诀的。口诀。对，追女生的，敬完礼以后就说我有房子。我有房子。对，我有房子以后呢，然后第2个动作是这个吗？这是我有车子。我有车子。对，然后你们看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是钱。对，我有钱，我有票子。对，票子以后呢，再这样就我这是我的真诚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有腰子。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来音乐。来就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结束了。投个票吧，他们谁跳得更好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爱而不得的经历？2021年的央视春晚，歌手王启唱了一首《颗颗托海的牧羊人》，歌曲悲凉深情，歌声如泣如诉。这首歌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女人是个美丽的养蜂女，她失去了丈夫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赶着骆驼，载着蜂箱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她来到了美丽的颗颗托海。新疆天气多变，一天暴风雨突然来袭，养蜂女慌忙开始收拾蜂箱，一不小心扭伤了脚。这时一个青年恰巧路过，帮助了她。这是一个英俊的游牧青年，养了一大群牛和羊，追随着草地四处为家。为了感谢青年，养蜂女给他送了蜂蜜。
还做了饭给他吃。许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的青年，居然在那一刻有了家的感觉。之后，牧羊人在放牧之余，也帮助养蜂女干一些体力活，让养蜂女也感受到了被人照顾的温暖。就这样，天长地久的相处，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情谊。他们爱上了彼此。牧羊人不嫌弃养蜂女比他大，结过婚还愿意做孩子们的父亲，守护着他们。可养蜂女却有顾虑，她认为自己有2个孩子，和牧羊人在一起会拖累她，而牧羊人还很年轻，应该有更好的选择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养蜂女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冰冷的雨水打在她脸上，但她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滚烫的泪水在流淌。牧羊人不相信养蜂女不辞而别，便痴痴地在这里等她回来。当养蜂女听说牧场的草已枯黄，而牧羊人还没有离开，便托人带去善意的谎言，说自己已经嫁人了。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之一，应该就是相遇相知，却不能相爱相守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可可托海，它不是海，它倒是有一条阿尔济斯河，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。那它为什么叫可可托海？您可不要觉得它在骗人哦。可可托海是蒙语的音译，可可是蓝色的意思，托海是弯曲的意思，加在一起是蓝色河湾的意思。在哈萨克语中翻译过来是绿色丛林的意思。这2个翻译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可可托海的美。这里拥有国家5A 级景区，有白桦林、宝石沟、中山秀谷等等。但来这里美丽的风景是其次，你还要知道这里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。可可托海矿产丰富，世界上已知有用的141种矿物，可可托海3号矿坑就拥有86种，稀有金属占矿山储量的90%以上。就是这些稀有金属在共和国初期帮助我们偿还了巨额外债。同时，我国2弹1星，航空航天一些核心的材料和燃料也出自这里。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矿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她被称为昆仑女神，独自在昆仑山脚下守望20多年，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沧桑老妇。她到底在等什么？1990年，杨丽与爱人李军结婚，丈夫为乡音号召，报名加入了支援边疆的队伍。她跟随队伍在昆仑山无人区修筑公路，遭遇到了坍塌，所有人被淹没在黄沙之下。杨丽思念丈夫，伤心过度，精神开始恍惚，常常自言自语。她不相信丈夫死了，丈夫说过会回来陪她。直到2001年，家中最后一位老人去世，她便背起了行李，来到了昆仑山脚下，来到了丈夫消失的地方，呼唤着丈夫的名字。她在昆仑山脚下找到了以前工人避风的小房子，从此便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等待丈夫归来。这一等就是20多年。高原艰苦的环境改变了她的容貌，却没能改变她的艰辛。她会对每一个路过的车辆微笑招手，希望大家路上平安，因此大家都称她为昆仑女神。来看这个视频，一个彪形大汉正把一个小朋友捆绑在一个窄床上，小朋友不光没有怕意，还笑呢。原来这是爸爸妈妈正哄一个小朋友睡觉。这个评论区那是一片声讨，到底是什么人才用这样的方式哄小孩呢？说到这儿，我就不得不拿出这个给大家看了。看，猜猜这是什么？中间还有一个洞。来，再看看这一对，猜猜这又是什么？注意啦，来新疆的朋友千万别把这个当成烟袋锅买回去。我要说这个和上面那个带动的小床是一套，配合使用的。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就能猜个大概了？这个床就是维吾尔传统的婴儿床，这2个小配件，一个是男孩，一个是女孩，大家知道了吧？来，请看正确的操作方法。小床下面是有圆弧的，可以摇摆，小洞下面可以放一个小桶，通过小工具就可以起到引流入桶的作用了，这样就不需要尿不湿了，宝宝也能睡得更踏实。为了小宝宝睡得更舒服，要在上面铺一个带动的褥子，然后把小宝宝
放床上，再绑上比较宽的绑带，哄小宝宝睡觉。这个是小宝宝40天的时候才会使用，还会举行摇篮礼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绑着摇大的。目前来看，身心健康，现在也还有人在使用。有人认为这样宝宝会很难受，而且有些心理学者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在潜意识里压制自己的个性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包裹紧实，睡觉不容易受到惊吓，还能解放妈妈。曾仕强教授曾说过，中国的小孩一出生就把他包得紧紧的，西方的小孩一出生就给他穿得宽松宽松，哪个对？中国人对。我们一来就把他包起来，包起来，还用绳子扎起来。小孩要动啊，要动他就要出力啊，他从小就要奋斗啊，然后他斗志就很强。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但注意了，不管什么观点，要尊重每个人的习俗，可别太激动哦。都没想到吧？这么多朋友来新疆滑雪，把自己滑成灾民了。最近新疆北部阿勒泰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暴雪，引发了几十处雪崩，禾木景区的大雪已经有几米深了。什么概念呢？给大家看看现场，通往禾木的道路被阻断，景区内部的游客就这样成了雪崩灾害的灾民。事发后，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了救援工作，直升机、救援机开始投放发电机、米面油等物资，同时进行了游客的转移，地面清雪和救援工作也快速的开展。景区也第一时间发布公告，滞留游客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饮。这一波我觉得值得点赞。前段时间网上说的新疆几千元的酒店，大部分就是禾木的酒店价格。这里地处阿勒泰波尔金县的喀纳斯湖畔，雪山脚下，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，素有中国第一村的美誉，被誉为神的自留地。价格呢是真高，但景色也是真美，冬季雪景是无敌的。有人说诗仙李白其实是外国人，他出生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外。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李白出生于古代的碎叶城，确实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，但是在唐朝，碎叶城属于西域，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重镇，是安七四镇之一。现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人民公园还有李白的雕像。关于李白的身世，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是怎么写的。本家陇西人，先尉韩边将，攻略盖天地，名飞青云上。苦战金不侯，当年颇惆怅。这是谁呀？祖籍甘肃陇西，悍将，攻略盖天却未能封侯。飞将军李广，戎马一生，抗击匈奴，最终自刎于漠北之战。据说西凉开国国君李浩就是李广之后，而李白是李浩90孙，大唐开国国君李渊也是李浩之后。这要是真的，李白的身世就显赫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李白是李建成之后，因此他的身份一直不敢详细透露。李建成是李世民的亲哥哥，玄武门之变后，李白祖上便逃亡西域避难。关于李白的身世，现在还存有争议，但李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肯定是没错的。直至神龙元年，公元705年，李白4岁，随父亲回到中原，来到四川，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。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样子？唐僧取经并非是神话杜撰，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但事实的真相却和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。真实的唐僧并非一个唯唯诺诺、优柔寡断的人，而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真英雄。但他并非是玉帝哥哥。他取经也并没有唐王李世民为他送行，反而是乘着饥荒偷渡去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唐僧原名陈毅，法号玄奘。他4岁丧母，10岁丧父，13岁跟随自己的二哥出家为僧。他悟性极高，且聪明伶俐，很快便远近闻名。青年时期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称号，受到唐王李世民的器重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玄奘发现很多僧人所讲和经文内容不一致，而且有一些经书之间还相互矛盾，很多内容都被曲解了。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呢？此事他为了追求真经，产生了去万里之外的天竺学习深造的想法，但这却遭到了李世民的反对。主要原因有2个。
第一，西行的路途遥远，雪山、沙漠、迥异的气候，又要离开大唐的领土，可谓九死一生。第二，也是主要的原因，那是正是李世民准备对东突厥用兵之年，边关关闭，玄奘法师若是被敌方捉拿，极可能成为人质。而且玄奘本人又曾游遍大唐讲经说法，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大唐百科全书。但玄奘去意已决，公元629年，他趁着天下饥荒，偷偷摸摸从长安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，一路西行，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，再穿越中亚、南亚各国，最终抵达目的地。看到这条路线，我相信大家不禁要问一句：师傅，你为什么要绕路呢？关注我，下一期我们详细讲讲。